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不是你想象中的印度、俄罗斯，而是在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泰国。诶，你可能会觉得诧异，泰国不是信佛的吗？佛教不是强调乐善好施、四大皆空、不贪的吗？怎么泰国会变成这样呢？根据2018年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数据显示，泰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和印度，成为世界上财富最不平等的国家。在泰国最富有的1% 人就拥有了全泰国的66.9% 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0% 人则拥有了全国的85.7% 的财富。最贫穷的50% 人群仅拥有全国的1.7% 的财富，而最底层的10% 泰国人更是拥有0% 的泰国财富，要么负债累累，要么没有收入证明，可能只是从事那种散工或肉体交易。即使与同样受军阀控制的俄罗斯、韩国、印度等国家相比，泰国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是由极少数人所支配或拥有，这已经是国际共识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问题，所谓富者更富，穷者越穷。但泰国却凭借自己过硬的本事，成功登顶了，傲视全球。当然，泰国这种成就是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来做支撑的，这也导致泰国每3.6年就爆发一次政变。自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来，一共发生了25次的政变。而这些政变表面上看是各政党或军方之间为了私利才酝酿的，但其实内部的根本原因是泰国社会因为超级严重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是农村与城市，是占少数的精英和占多数的平民之间的较量和拉锯战。这些军方和政党只不过是这两层社会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或争取更多国家资源的分配，所以他们谁都不服谁。财富分配不均是泰国社会动荡的最主要因素。这句话马来西亚人好像很耳熟呢。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也常说，华人很有钱，马来人则很穷，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爆发暴力仇恨。因为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穷人通常对富人怀有敌意，而他们之间的敌意往往以血腥骚乱而告终。更危险的是，在马来西亚，贫富差距和种族的差异已经联系在一起了。社会普遍认为，许多的穷人是由马来人组成，而富人则由华人组成，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尽快缩小这个鸿沟。其实马哈迪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他是有点想捞取马来选票，把自己打造成马来社会的救世主的野心，但是这个因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分裂，在马来西亚的隔壁的泰国就真实上演了。好在他们没有明显与种族挂钩。因为在泰国早就采取了同化的政策，所以在泰国可以说已经没有纯种的华人或其他族裔了，所有人都可以算是泰族，讲泰语。所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我反你和你反我是没有差别的，也没意思。因此他们把这种社会分裂反映在泰国的政坛之上，造成泰国每3.6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站在他信和英拉前总理背后的是广大基层民众，他们代表着贫困、渴望改变、要求进步，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而站在泰国军政府或军方后面的是财团、城市精英，有钱有势，是既得利益者，把持着泰国境内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他们渴望的是维持现状。如果是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所形容的情况来比喻的话，他信和英拉总理代表的是马来人，而泰国军方代表着的是华人。但这个华人只有钱哈，没有权力和势力在马来西亚。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了为何泰国政府无法驾驭泰国的穷人呢，反而被其军队所控制。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片，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自1950年代以来，泰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使部分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但也让不少的富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巨额财富。虽然泰国人均 GDP 在1980年至1995年间增长了2倍，但社会服务支出依然停滞不前，现在依然保持着7至8% 的支出，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平均20% 的公共服务支出，造成社会流动性不足。教育的公共支出也常年只保持在2至3% 的低水平，使多数的下层民众无法获得高等教育，剥夺了他们获得高薪工作的途径和改变命运的机会。
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有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大学，获得更高的知识和技能；更富有的泰国人则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使得他们的寿命更长。在泰国，凭借着财富和关系，僭越法律的事件司空见惯，犯罪的富人经常得到赦免，这已经引起了当地的平民百姓的强烈不满。泰国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拥有最多农村人口的国家，约有3400多万人生活在该国的农村，这是2019年的数据。而这些农村人口在传统上都被排除在泰国的政治之外，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城市和乡区的拉锯战。占大多数的平民，也就是乡区的，他们不满现状，所以想要改变。而泰国实行的就是民主选票制度，所以这个制度是有利于占多数的平民，因为一人一票嘛，所以时常在大选的时候，多数是由平民属意的联盟获胜，进而进入泰国的权力中心，因为他们人多嘛，选票也多。之前被军方推翻的他信和英拉前总理，都是由这些大多数平民选出来的，来代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他们在任内所通过的政策多数是有利于平民的。比如他信广受欢迎的30泰铢医疗保健计划，成功让超过4800万公民以30泰铢固定的费用获得任何的医疗服务，大约马币3.7 ringgit 或人民币5.7。而这类政策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马来西亚则是征收马币1令吉而已。此外，他还建立了惠及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发展项目，包括乡村基金、小额信贷和一圈一产品等一系列政策，因此深获民心。但这两兄妹都被认为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不属于泰国和该国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精英。这对兄妹通过民粹主义呼吁该国北部的贫困和农村人口给予支持。泰国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关于是否允许占多数的农村人来主导政府，而亲他信和英拉前总理的人显然希望尽可能多的民主，因为这对他们有利；而占少数的建制派或城市精英则希望减少民主，因为这样才会使得他们更容易掌握权力，维护现有的利益，而不是被那些农村人给瓜分了。这些人在国家民主之前就管理着这个国家了，并且现在依然占据强大的地位。然而，他信家族的崛起让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感受到威胁，包括军队甚至是皇室，因为他们将权力从少数的城市精英转移到农村多数人的手中，而城市精英并不喜欢这样，所以时常就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机构权力和影响力发动政变。但就算他们发动政变成功，也不能长期持有，因为泰国的体制还是民主选票制度，所以每次时间到，或是民众的怒火已经不可控制了，都已经上街示威了，他们就会再安排选举，因为来自广大人民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两方的势力都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但又太弱，无法长期坚持下去。一方有选票、有人数，但没有枪炮和司法，更没有来自皇室的祝福，所以守不住成果，因此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军方给推翻了。而另一方没有选票和人数，但有枪有炮，更轻易操纵司法，所以这两方都不断在挤压对方。这就是泰国的现状。总之一句话，泰国的政局讲究的是平衡，无论你是城市精英、军方还是农村平民，只要任何一方打破这种平衡，或挤压到任何一方的利益，就会触发政变或合法的政权更替。要么军方用枪用炮逼你下台，或人民忍无可忍上街示威逼军政府下台，重新选举，就这两条路而已。比如现在的泰国军政府就是由占少数的精英集团在主导，包括军方和可能来自皇室的支持，因为这些城市精英会分配他们利益给泰国军方，甚至是皇室，养着这些人以获得支持。所以泰国这个局你算看懂了吗？有什么良药可以解决这个僵局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还有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为何泰国有那么多的变性人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